这个女人关上窗户，走到床边，看着床上熟睡的光头男，女人浑身上下的细胞都充满了嫌弃。她拿过一旁的酒喝了一口，随后从床底抽出一把剪刀，一阵电闪雷鸣，女人举起剪刀，使劲插在男人身上，男人直接被疼醒。女人并没有停手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男人试图阻止女人，以示徒劳。溅出的鲜血喷涌在女人脸上，却丝毫遮挡不住女人对男人的恨。是什么让这个女人做出如此残忍的举动呢？女人名叫伊利亚，是个乌克兰人。她和这些乌克兰女人一样，从乌克兰来到意大利的维拉奇，被一个非法组织控制。为了生活，她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，替组织赚钱。她必须要满足顾客的各种癖好，如果客人不满意或者没有赚够钱，他们就会被扒光衣服，吊起来玩乐，朝着他们小便。更可恶的是，组织老大光头男还逼迫他们怀孕。对于怀孕的女人，光头男特意细心照料，因为生下的孩子会被他拿去卖掉，母亲接着去卖身，怀上了就生，生了再卖，这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伊利亚被囚禁12年，生了8个孩子，她甚至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。在这暗无天日的12年里，伊利亚一度丧失了希望，但即使是这样令人绝望的生活中，依然有幸福的时光存在。在一次站街的过程中，伊利亚遇见了一位手捧草莓的男人，男人对伊利亚一见钟情，更是当场告白。在两人相处的日子里，伊利亚再次感受到了温暖，甚至萌生出了从组织逃跑和男人远走高飞的想法。但是组织不给她机会，还杀了她的男友，并且把尸体埋进了垃圾堆里。伊利亚再次陷入了绝望的深渊，唯一支撑她活下去的理由就是她肚子里的孩子。10月分娩，伊利亚成功生产，那是他们爱情的结晶。但是组织又怎么可能让赚钱机器有孩子呢？孩子刚一出生就被组织卖给了买家。伊利亚默默发誓，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孩子。接下来3年时间，她每天都会询问接生婆自己孩子的下落。终于有一天，接生婆说出了答案。为了逃离这里，伊利亚主动勾引光头男，趁着雷声杀死了他，一刀一刀狠狠刺上去，顺便拿走他全部的积蓄，从此踏上了寻找孩子的道路。他根据接生婆提供的信息，找到了买主的地址，在买主家对面租了一间公寓。接着他又找到公寓管理员，谋求一份工作。管理员给了他一份保洁的工作。伊利亚干活勤勤恳恳，同时也会关注买家的动向。为了能够得到更多关于孩子的信息，伊利亚主动结识了买家的保姆。一来二去，两人渐渐熟络起来。伊利亚也有了一个新的计划。在看电影时，伊利亚趁保姆不注意，偷走了包里的钥匙，然后对保姆谎称自己去上厕所，实则是去外面配钥匙，最后再将钥匙神不知鬼不觉放回去。伊利亚很迫切了解孩子的一切，他会去翻他们的厨余垃圾，甚至还把那些残渣吃进嘴里，只是为了知道他们家爱吃什么口味的食物。这天晚上，趁买主一家3口外出之际，伊利亚拿出自己配备的钥匙，悄悄进入到买主家，四处查看屋子里的一切。细心的他发现屋里没有一张是女主人怀孕的照片。试问天底下哪个母亲会没有孕期记录呢？这让他更加的确认孩子是他的。伊利亚很想陪伴孩子成长，他再次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一天，伊利亚正在清洗楼梯，正好遇到了下楼的保姆。保姆说，女孩得了一种怪病，没有自保能力，男人打她也不懂得还手。就在保姆下楼时，伊利亚故意使劲一推，将保姆绊倒。伊利亚做贼心虚，闭紧双眼，不敢看保姆的状态。直到一声撞击声传来，伊利亚的心也跟着咯噔了一下。保姆头部一滩血，伊利亚吓得大叫，保姆摔成了植物人。警察根据现场判断，这是一起意外事故，买家不得不重新找个保姆。早已了解买家饮食习惯的伊利亚成功应聘。这个女人用布条捆住女孩的身体，然后推倒女孩。女孩以为是在玩游戏，不亦乐乎。好不容易爬起来，女人再次推倒她，女孩又起来，再推倒。身体的疼痛让女孩愤怒，可女人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。女孩崩溃至极，对着女人大喊大叫，最后更是恶语相向。女人瞪大眼睛看着女孩，无奈的她主动为女孩解开绳子，可女孩却疯了似的狂扇女人耳光。女人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感到高兴。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女孩学会反击，在学校不会受到欺负。夜里，伊利亚打开了买家的保险柜，发现了一份领养证明。伊利亚的猜测也得到了证实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伊利亚照顾女孩十分细心，给女孩讲故事，给她唱摇篮曲，用心尽力地陪在女孩的身边。他没有告诉女孩自己是她的亲生母亲，只要能够时时刻刻地陪伴女孩，他就已经很满意了。女孩也很依赖他，伊利亚只要逮着和女孩独处的机会，他就会再次将女孩捆起来，然后让女孩挣脱，学会反击。尽管女孩身上落下不少的淤青，可渐渐的，
他明白了伊利亚的良苦用心，二人的感情直线上升。平静的日子没有过几天，伊利亚在回公寓的路上被2个假装圣诞老人的劫匪打得头破血流，幸好公寓管理员及时发现了他，将他带回到仓库里养伤。受伤的伊利亚不能去工作，只能透过窗户偷偷观察买主一家的情况。见女孩过得很开心，他十分放心。尽管如此，伊利亚还是忍不住去学校偷偷看女孩。女孩在学校里再次被小伙伴推倒，整个人摔在水坑里，女孩放声大哭。周围的小伙伴纷纷传来嘲笑的声音。伊利亚着急跑到学校门口，想要去帮女孩出气。刚跑到一半，就看到女孩勇敢地选择了还手，打得男孩没有还手的余地。男孩再次将女孩推倒，女孩再次爬了起来，继续反击。伊利亚看到这一幕，不禁放声一笑。一段时间后，伊利亚重新回去工作。本来生活好像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前进，但命运最后还是给了他沉重的打击。伊利亚带女孩在公园捉迷藏时，居然看到了组织老大光头男。伊利亚顿时察觉到女孩会有危险，跑遍公园的每个角落，就是不见女孩的踪影。他赶紧跑回家，告诉女主人女孩失踪了。就在这时，女孩从房间里冒出来，原来她只是单纯的想要玩捉迷藏而已。但女主人已经开始怀疑伊利亚，越看孩子和伊利亚亲近，女主人心里越不舒服，索性解雇了伊利亚。没有工作的伊利亚每天都会去看望女孩，这一幕都被女主人瞧了去，还偷偷跟踪伊利亚，发现伊利亚就住在她公寓的对面。伊利亚通过窗户正好看到了偷窥自己的女主人，两人四目相对。伊利亚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，就在她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，光头男闯了进来。这个女人正在马不停蹄地收拾行李，突然一个大汉从身后冒出来，紧紧捂住伊利亚的口鼻。伊利亚拼命挣扎，光头男不耐烦。伊利亚看清来人后不再挣扎，眼睛直勾勾看着桌子上的匕首。光头男眼疾手快，一把夺过匕首。伊利亚趁机一口咬在光头男头上，光头男吃痛挣脱开来，以绝对的优势用匕首死死抵住伊利亚的下巴。伊利亚吓得浑身发抖。光头男保证，只要伊利亚将钱交出来，自己不会为难他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起，光头男赶紧躲起来。伊利亚平复情绪，打开门。女主人怒不可遏，望着屋子满满当当的合照，心中一下有了结论。多年前买来的女儿，如今生母找上门来。她警告伊利亚，自己的手续都是合法的，女孩只有她一个母亲，并且让伊利亚离开这里，远离他们一家。伊利亚没有反驳，只是望着女主人一步步踏进她的卧室。此时光头男就在卧室里，伊利亚恐惧地捂住嘴，好在女主人停下脚步，转身离开了。光头男出来警告伊利亚，早点将他的钱还给他，否则没有好果子吃。第二天，警方从水里打捞出女主人的尸体，车子带着女主人直接开进湖里。伊利亚满脸震惊，男主人找到伊利亚，让伊利亚替自己照顾孩子。妻子的去世让他无暇顾及女孩，他们搬到一个新家，三人坐在一起吃饭，仿佛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很快警察便找上了门，他们在女主人车里发现了伊利亚的身份证和高跟鞋，车子的引擎也被动了手脚。很明显，这是一场蓄意谋杀。目前来看，伊利亚的嫌疑最大。伊利亚为了自证清白，告诉警察凶手另有其人。他带着警察来到一处郊区，挖出了光头男的尸体，这人才是杀害女主人的真正凶手。一起命案结束了，另一起命案又展现在众人面前。原来那天晚上，他将光头男骗到了郊区，两人发生了争执。伊利亚扛起铲子，使劲将光头男一推，光头男直接倒在尖锐的石头上，当场领了盒饭。伊利亚把自己这些年来惨遭的非人虐待说了出来，组织老大强制他们卖淫代孕，成为生育工具，为组织赚钱。为了找到女儿，他本以为杀死了光头男就可以逃脱魔爪，还带走了光头男的钱。没想到光头男没有死成，反而找上了他。他为了自保，失手杀了他。警方很同情伊利亚的遭遇，但一切都不能证明伊利亚说的是真的，于是找来了当年的接生婆对质。接生婆却表示，买主家的孩子根本就不是伊利亚的亲生女儿，只是面对伊利亚的苦苦纠缠，她随便编了一个名字打发伊利亚。伊利亚听了后直接晕厥。警方为伊利亚和女孩做了 DNA 检测，结果表明她和女孩并没有血缘关系。伊利亚突然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可笑，因为他杀了人，被判12年有期徒刑。入狱前，他最后一次看望了女孩。虽然女孩不是他的亲生女儿，但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他和女孩已经有了更加深厚的感情。转眼12年过去，伊利亚出狱当天，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孩来接他，两人四目相对，相视而笑，血缘似乎也不再那么重要了。故事到此结束。女孩和伊利亚的笑令人感动。
光明的结尾让观众看到，再支离破碎的人生也有能够拼凑完整的时候，即使深陷泥潭也要心怀希望，而这份坚持就是母爱最好的写照，隐秘而又伟大。